我自掏腰包建了村里唯一的抽水站，5年只收基础电费，只为让乡亲们的果园在旱季不被渴死。结果我等来的不是乡亲们的感恩，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背叛。就在离泵房不到2公里的村委会办公室里，一场针对我的阴谋正在策划着。一辆与我们这个贫困村格格不入的黑色豪华轿车停在村委会门口，车门推开，走下来的正是市里出了名的资本大老板赵金矿。几分钟后，村委会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赵金矿坐在沙发上，微微皱了皱眉。王村长，我这人做生意向来讲究效率。他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他甚至连正眼都没看坐在对面的村长，只是给身后的助理使了个眼色。助理走上前，将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密码箱放在坑洼不平的办公桌上，啪嗒一声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的红色钞票，瞬间晃花了村长王有才的眼睛。王有才猛地咽了一口唾沫，原本因为常年抽劣质烟而焦黄的手指，此刻竟有些微微发抖。赵总，您这是？凌晨那个抽水站，我看上了。你们村现在是全县有名的富裕点，果园产值年年翻番。这块肥肉总不能让一个毛头小子一直占着。这箱子里是50万，算是给村里的辛苦费。我要那个水站的绝对控制权。至于那个叫林晨的，我不希望以后在这个村里再看见。可是林晨那小子脾气倔得很，那水站是他当年卖了城里的房子，自己贴钱建的。这么多年，他只收大家一点电费，村民们心里都有数。硬抢的话，怕是乡亲们不答应啊。乡亲们，王村长，你在这个位子上坐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懂人性吗？只要你把戏做足，让那群泥腿子以为凌晨在吸他们的血，谁还会帮他说话？剩下的就看王村长你的手段了。事成之后，水站的干股有你10%。10%的干股，这句话就像一句恶魔的咒语，彻底击穿了王有才最后的心理防线。他眼中的犹豫瞬间被贪婪所取代。赵总，您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保证让他凌晨今天就滚出村子。下午3点，泵房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叫骂声，盖过了电机的轰鸣。我皱了皱眉，放下手里的扳手，刚一推开铁门，就被眼前的阵仗惊住了。村长王有才站在最前面，身后跟着5、6个面相生疏的壮汉。这几个人我认识，平时都是在镇上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今天却不知怎么全都跟在了村长屁股后面。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人群最后面还藏着2个举着手机、摄像头直直对准了我。凌晨，你给我滚出来！王有才一改往日里笑呵呵的面孔，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脸上的横肉因为激动而直颤。王叔，我满心疑惑，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别叫我叔，我没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侄子。王有才大声嚷嚷起来，声音大的仿佛是故意喊给后面录像的人听的。王有才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唾沫。今天我们是代表全村老少爷们来找你算账的，你这个黑了心的东西，仗着村里就你这一个水站，强买强卖，垄断水源，你把我们全村人当傻子耍呢？垄断？强买强卖？王叔，你在说什么胡话？这5年水站的账目清清楚楚，除了基础的电费和机器磨损费，我1分钱都没有多收过。今年的账本就在桌上，你要是不信，现在就可以查。查你做好的假账吗？大家都知道你小子在外面赚了黑心钱，表面上装好人，背地里不知道从我们这些穷苦百姓身上榨了多少油水。就是你把水站建在这儿，不就是想卡住我们果园的脖子吗？今天这事儿没完！他们一边说一边往前逼近，将我逼回了门框边。我看着这群根本就不是我们村民的代表，看着后面那几个始终对准我的手机镜头，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极其强烈的荒谬感和寒意。这不是冲动，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局。我强压着心头的怒火，目光越过王有才，看向空荡荡的村道。既然是全村人的意思，那让李大娘来，让赵大伯来，村里真正在地里刨食的乡亲们当面跟我说，只要他们说一句我凌晨赚了他们的黑心钱，我二话不说立马走人。你少在这里拖延时间！王有才眼神闪烁了一下，显然有些心虚。他今天特意挑了农忙的时候，还派人以村委会的名义把几条主干道都拦了，就是为了封锁消息，不让真正的村民过来。他转过头，对着那几个举着手机的人使了个眼色。录像的人立刻会意，故意挑衅的喊道：“怎么被拆穿了，恼羞成怒了？大家都看看啊，这就是垄断村里水源的村霸！”不仅不认错，还敢恐吓村民，你放屁！我再也忍不住，指着那个举手机的人怒吼了一声。那人立刻停止了录像，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冷笑。我知道，在他们后期的剪辑里，这段视频只会剩下我面目狰狞，指着村民大骂的画面。我5年的心血，5年不分昼夜的守候，在这一刻被这几个恶意剪辑的镜头彻底抹杀。凌晨，事到如今，你再狡辩也没用了，全村人的联名信都在这儿了，大家已经受够你了。现在你在自愿退出水站经营协议上签字，我们还能留点情面。你要是不签，哼，以后这水站的店恐怕就接不通了。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我看着那份协议，只觉得胸口一阵发闷，像是被人狠狠塞了一把沙子。5年的日日夜夜，为了保住大家旱季的收成，我多少次在半夜顶着暴雨来抢修电机。为了省下那点维修费，我自学成了半个工程师，手上至今还留着被齿轮咬下的伤疤。而现在，他们用全村人的名义逼我滚蛋。我环顾四周，看着王有才那张虚伪贪婪的脸，看着那些地痞流氓得意的笑容，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心灰意冷瞬间将我淹没。我没有去看那所谓的联名信到底是真是假，在这个被精心布置的牢笼里，真假已经不重要了。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的可怕，我没有再争辩，从王有才手里接过文件，在那份协议上重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把笔扔在地上，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只背起那个我当初进村时背的旧帆布包。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台依然在轰鸣的老电机，它金色的外壳上沾满了泥土和油污，却依然在不知疲倦地为这片土地蹦送着生命的源泉。王有才，你记住，这水站是村里人的命根子，你们要是敢在这个上面动歪心思，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村子。那天下午，我独自一人走在离开村子的土路上，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村子里安静的可怕，没有一个人出来送我，甚至没有一声狗叫。我不知道的是，在村委会的喇叭里，王有才正向全村播报着一条被篡改的消息：林晨同志嫌咱们村太穷，已经把水站高价卖给外地老板，自己去城里享清福了。带着一盆脏水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我离开了这个我倾注了5年青春的地方。但我也在心底暗暗发誓，这笔账总有一天我会清清楚楚地算回来。离开村子后的第3个月，凌晨就蜗居在这间铁皮工棚里，焊枪喷吐着刺眼的蓝光。凌晨正全神贯注地焊接一块微型农业灌溉主板。离开村子后，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拿出了所有积蓄，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全自动化的微型农庄示范点。只要技术跑通，未来农业大有可为。就在焊枪即将收尾的瞬间，头顶昏黄的白炽灯闪烁了2下，随后整个工棚陷入了黑暗中。凌晨气愤地跑了出去，一把推开铁门冲了出去。果不其然，厂区外面的电线杆下，2个穿着工装的男人正慢条斯理地把电闸箱重新锁上。你们干什么？我这周的电费早就交齐了，凭什么又拉我的闸？线路老化需要检修，我们也是按章办事。检修？上个月检修了8次，这个月才过了10天，你们检修了5次，哪家供电全是这么办事的？凌晨攥紧了拳头。嘿，小子，别给脸不要脸啊！实话告诉你吧，上面有人打过招呼了，只要你凌晨还在这支教混1天，这片的电你就别想用痛快了。不仅是电，你跑的那几家银行贷款也是这个理儿。你要怪就怪自己得罪了赵总那样的大人物。说完，2人拍了拍手上的灰，钻进一辆破面包车扬长而去。赵金矿，又是赵金矿，这个吸血的资本家不仅夺走了他苦心经营5年的水站，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彻底断了他的活路。他默默转身回到漆黑的工棚，摸黑启动了那台备用的2手柴油发电机。伴随着刺耳的轰鸣声，灯泡忽明忽暗的亮起。凌晨跌坐在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屏幕碎了角的手机，借着微弱的光，他再次点开了那个视频。林晨就是个吸血村霸，5年来垄断水源，辱骂村民。我的手指往下滑，底下的评论区全是不堪入目的谩骂。这种人就该进去蹲着，把水站卖了卷钱跑路，白眼狼一个，同城避雷，千万别跟这种人做生意。凌晨死死盯着屏幕，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他在这极其简陋的工棚里，一边听着发电机破铜烂铁般的嘶吼，一边反复看当年村民骂他的视频，心里那种混杂着委屈、愤怒与无奈的情绪，像是一把钝刀，日夜不停地割着他的神经。他猛地关掉手机，把头深深埋进掌心里。他不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与此同时，300公里外的村庄正经历着一场无声的酷刑。往年这个时候，后山的果园早该是满眼青翠，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条，但现在放眼望去，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枯黄，干裂的黄土地像是一张张干渴到极致的嘴巴，绝望地朝着天空张开。烈日当头，几十个皮肤晒得黝黑的村民正死死地围在以前那个老泵房的外面。原本生锈却结实的铁门被拆了，换成了气派的电子闸门，门口立着一块刺眼的新牌子“金矿水务智能管理中心”，而一旁的电子屏幕上贴着一张价格调整公告，300块，1桶水你们要收300块。年过60的赵大伯颤抖着手，指着墙上那块红字黑底的新收费标准，眼珠子瞪得通红，声音嘶哑的几乎破音。站在闸门里的不再是那个会笑呵呵帮大家修农具的凌晨，而是一个穿着笔挺西装、梳着大背头的经理。嚷嚷什么？嚷嚷什么？这叫市场化运营，懂不懂？以前那是粗放管理，现在我们上了全套的智能官网。你们这水表都是联网的高科技，每吨水不仅有基础水费，还有灌网损耗费、智能维护费、设备折旧益，加起来300块，已经是给你们村的优惠价了。放屁的优惠价！以前陈哥在的时候，1吨水就2块钱的电费，你们接手不到3个月，水价翻了100多倍。我们满树的果子都要旱死了，一开水门，半个月的收成都没了。哟，用不起啊，用不起就别种地啊，没钱交水费，好办。赵总说了，你们可以拿手里的果园地契来做抵押嘛，我们公司大发慈悲，可以给你们放点小额贷款先顶着。你们这是明抢啊！王有才呢？村长呢？他当初不是在喇叭里喊新老板来是带我们发财的吗？让他出来。王村长去市里开会了，没空搭理你们。再说了，当初字儿是你们自己签的，水站也是你们眼睁睁看着凌晨卖给咱们赵总的。现在果树要旱死了，你们怪谁？这番话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所有村民的心口。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压抑的啜泣声。只要敢拖欠1天，那所谓的高科技水表就会自动切断阀门，谁也拿不到一滴水。人群后方，一直沉默不语的李大娘看着自家那片已经开始大面积落果的橘子里，眼泪终于决堤而出。她满是老茧的手死死揪着衣角，脑海里不断闪过凌晨走的那天。那天村里的主路全被封了，说是修路，把他们全拦在家里。等他们能出门的时候，凌晨已经走了，只剩下村长喇叭里的通报和网上那些不堪入目的视频。
不对劲，全都不对劲！那个为了给果树抢水，能在零下10几度的冬夜里跳进冰水里通管道的凌晨，那个谁家有困难，过年连水费都不要的凌晨，怎么可能会为了钱抛下他们？骗局，都是骗局！李大娘浑身发抖，猛地抬起头，小陈绝对不会卖了大家，他是被赶走的。不行，我得去市里，我得把小陈找回来。此时的凌晨正埋头在一堆复杂的线路中排查故障，没有空调，棚里的温度起码逼近了40度，汗水顺着脸颊一滴一滴的往下掉。就在这时，虚掩的铁门外传来一阵极其微弱的沙沙声，紧接着扑通一声闷响，像是什么重物脱力后砸在了门板上。凌晨警觉地放下手里的工具，快步走过去拉开铁门，刺眼的阳光瞬间涌入，凌晨下意识地眯起眼睛。当他看清倒在滚烫水泥地上那个人影时，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僵在了原地。倒在地上的正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李大娘。大娘，李大娘！凌晨感觉心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他一把抱起几乎虚脱的李大娘，冲进棚子里，将她平放在仅有的一张行军床上，手忙脚乱地倒了杯凉白开，又用湿毛巾小心翼翼地给她擦脸。水。李大娘无意识地呢喃着，一点点喂下大半缸子水后，李大娘的呼吸才渐渐平稳下来。她缓缓睁开浑浊的眼睛，看清眼前满头大汗、瘦了一大圈的凌晨时，眼眶瞬间红了。小陈，大娘可算找着你了。大娘，您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这几十里地您是走过来的？村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知道李大娘严重晕车，从来不坐大巴，这一路几十公里，顶着这么毒的太阳，对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简直是要命。造孽呀，都是造孽呀！大娘对凌晨说：“你走那天，王有才在村里大喇叭广播，说你嫌弃村里穷，把水站卖了换了大钱，跑城里享清福去了。”他放屁！我是被他们逼着签的字，他们带了一群地痞堵住破放，不签就不让我走，还故意录了掐头去尾的假视频发到网上。大娘现在知道了，大家伙现在也都明白了，那是王有才和那个姓赵的设的局啊！装1吨水收300块，还巧立名目收什么智能维护费，大家伙交不起钱，他们就断水。你给大家伙引的救命水，现在成了他们吸血的刀子啊！满山的果树大片大片的旱死。小陈，大娘求求你，你脑子活络，求你救救大家。小陈，原来乡亲们没有背叛他，原来那漫天的骂名，网上的网暴，全都是赵金矿和王有才为了夺走水站做的一个弥天大局。那些在这间破工棚里无数个不眠之夜啃噬着他的心寒和自我怀疑，在这一刻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压抑已久的火山爆发般的怒火。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凌晨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他反握住李大娘满是老茧的手，将那双颤抖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额头上。大娘，您别哭了，是我对不住大家，我当初就不该走。凌晨直起身，环顾了一圈这个困了他3个月的简陋工棚，目光最终落在那堆他刚刚组装好的微型主板和各种数据线上。我凌晨建起来的水站，他们很吞不下去，乡亲们的血汗钱，我要他们连本带利全给吐出来。他知道是时候回去了。凌晨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目光直视着前方越来越近的村落轮廓。副驾驶的座位上放着一个黑色的防水双肩包，里面装着他这几天用废旧零件拼装出来的微型数据采集器，一台性能强悍的轻薄笔记本，以及几块备用的大容量电池。5年的心血被夺走，他没有选择歇斯底里，而是用这3个月的蛰伏换来了一个极其冷静的大脑。他知道对付赵金矿这种根深蒂固的资本无赖，拳头是最无力的武器，只有冰冷精准的数据铁证才能一击致命。皮卡车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槐树映入眼帘。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凌晨猛地踩下了刹车。原本宽敞的由他当年带头集资铺设的水泥路面上，突兀地横着一道黄黑相间的粗壮升降杆，路边违章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彩钢板房，墙上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喷着几个大字：水务种地闲人免进。几个社会青年正坐在板房门口，围着一张破桌子打着牌。听到汽车引擎的轰鸣声，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当他隔着挡风玻璃看清驾驶座上的凌晨时，先是一愣，随即夸张地大笑起来。哟，哥几个快别打了，出来看看谁来了。这不是咱们村以前的林大社人吗？怎么着，城里的软饭不好吃，又想跑回村里来讨饭了？另外2个壮汉纹身也晃悠了过来，手里有意无意地拎着扳手和短钢管，眼神里满是不怀好意的挑衅。他们呈半包围的阵势，将皮卡车死死堵在路中间。凌晨没有熄火，只是淡定地看着对面的混混。凌晨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冷硬。把杆子升起来。升杆子？你当这里是公共厕所啊？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看清楚了，赵老板和王村长亲自发的话，你凌晨已经被剥夺进村资格了，赶紧给我掉头滚蛋，不然哥几个手里的铁疙瘩可不长眼睛。说着，旁边一个光头壮汉故意挥了挥手里的钢管，砸在了凌晨的车前，发出一声刺耳的锐响。换作3个月前，凌晨或许会因为愤怒而下车与他们理论，甚至发生肢体冲突，但现在他连眼皮都没有多抬一下。他太清楚这是什么套路了，只要他今天敢动手硬闯，哪怕只是推搡一下，明天凌晨暴力冲卡，寻衅滋事的帽子就会立刻扣在他头上。赵金矿甚至可以直接报警抓人。凌晨不动声色地拿起放在仪表盘上的手机，手指轻轻一滑，开启了视频录像功能，将镜头对准了车外的几个人。你干什么？把手机放下！
黄毛见状，下意识的想要伸手去抢。根据公路法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由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这条路是5年前国家村村通工程全额拨款修建的乡村公路，属于公共交通设施。你们在这里私设路障，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几个混混面面相觑，显然没料到凌晨会来这一手。他们平时在镇上横行霸道惯了，靠的就是嗓门大和拳头硬，哪里听过这种一套一套的法律条文？妈妈的，拿法律吓唬老子！在这儿，赵总的话就是法。黄毛外强中干的吼了一句，但气势明显弱了3分。凌晨冷笑一声：“我刚才的录像已经实时同步到了云端，你们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把杆子升起来，我进去办我的事儿；第二，你们继续拦着，我马上拨打市交通运输局的举报电话，同时拨打帽子叔叔电话。非法拦截公路寻衅滋事，足够你们几个在看守所里蹲上15天。赵金矿给你们开多少工资，值得你们去给他背这个案底。”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只有皮卡车发动机轻微的怠速声在响。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直击要害。这几个地痞流氓不过是拿钱办事的底层混混，平时吓唬吓唬老实巴交的村民还行，遇到真懂法又捏着证据要爆沟的硬茬，心里立刻就打起了退堂鼓。谁也不愿意为了3000块的月薪去局子里蹲半个月。黄毛脸色阴晴不定的变换了几秒，算你小子今天走运，给他开闸。随着升降杆缓缓抬起，凌晨收起手机，一脚油门踩下，皮卡车在扬起的尘土中稳稳地驶入了村子。他没有看后视镜里那些气急败坏的身影，因为这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凌晨没有直接把车开进村里的居住区，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在距离后山还有1公里的隐蔽山坳处停了下来。熄火后，他将车伪装好，背起那个沉甸甸的双肩包，徒步走进了村庄。往常这个时候，村里偶尔还能听到几声狗吠，但现在干旱和贫穷仿佛抽干了这个村子所有的生气。凌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后山的果林里，脚下的泥土因为严重缺水而干硬皲裂，踩上去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他伸手摸了摸路边的一棵橘子树，原本应该挂满青色果实的枝条，此刻却干枯得像干尸的手指，稍微一用力就折断了。这些果树都是村民们全家老小的口粮和希望，现在却因为赵金矿的贪婪而被活活渴死。凌晨咬紧了后槽牙，加快了脚步。半个小时后，他潜伏到了半山腰的一片灌木丛中，前方不到50米的地方，就是他当年亲手建起的抽水泵房。正面原本结实的铁门被换成了气派的防盗门，门口还坐着2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正在无聊地刷着手机。赵金矿做贼心虚，把这个吸血的源头防守的像个铁桶，如果想从正门进去，绝对会被发现。但他们千算万算，却算漏了这栋建筑的设计者是谁。凌晨猫着腰，借着地形的掩护，悄无声息地贴到了泵房的后墙根。在这面背光的墙体底部，被半米高的杂草掩盖着一个极其隐蔽的通风口，这是当年凌晨为了防止夏季泵房内电机过热，特意设计的一个底层排风通道。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秘密。他从包里摸出一把多功能工具刀，熟练地挑开百叶窗的固定螺丝。5年过去了，螺丝有些生锈，但在他沉稳的双手下，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卸下网罩后，一个仅容一人勉强钻入的方形孔洞露了出来。凌晨深吸一口气，先将双肩包推了进去，随后双臂用力，身体像一条灵巧的泥鳅，屏住呼吸，一点点挤进了泵房内部。双脚落地，凌晨蹲在原地，没有立刻起身，而是闭上眼睛适应了一下室内的光线和气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质油漆味，那是新设备的塑胶外壳散发出来的。他那台曾经日夜轰鸣，陪伴了村民5年的老电机，此刻正像一堆废铁一样被随意的丢弃在角落里。取而代之的是场地中央一台表面刷着耀眼蓝漆，外壳上印着金矿智能水务终端几个大字，外表光鲜亮丽，里面全是一肚子坏水。凌晨在心底冷笑一声，他站起身，从双肩包里迅速掏出轻薄笔记本和那台由他亲自编程改装的数据采集器。时间紧迫，他必须在保安下一轮巡视前拿到证据。凌晨走到那台智能终端前，没有去碰外面的屏幕，而是直接用工具刀撬开了机器背面的主控相册杆。一堆错综复杂的线路和几块廉价的集成主板瞬间暴露在眼前。他对这种打着高科技幌子骗补贴的工业垃圾太熟悉了。这种机器的表层防火墙看似高级，实际上底层协议全是用开源代码东拼西凑出来的，漏洞百出。凌晨目光如炬，迅速在密密麻麻的排线中找到了串口数据线，将数据采集器的探针稳稳地插了进去，另一头连接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亮起微弱的冷光，映照出凌晨那张极其专注、棱角分明的脸庞。他在键盘上飞速敲击，一排排绿色的代码像瀑布一样在黑色的终端窗口里倾泻而下。这不仅仅是黑客技术，更是他对物联网底层逻辑的绝对碾压。连接端口，握手协议绕过，本地数据库访问权限获取。不到3分钟，那层看似坚固的防火墙就被凌晨编写的脚本撕开了一条口子。他成功以最高管理员权限潜入了这台计费系统的最底层。凌晨的手指在触控板上快速滑动，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吸血的。打开了系统的核心计费文件，当看清屏幕上的参数设置时，凌晨的瞳孔猛地一锁，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代码行里赫然写着一行极其隐蔽的指令：井号 water 下划线 flow 下划线 multiplier 等于 5.2。这意味着水管里每真实流过1吨水，这台该死的机器就会向系统上报5.2吨的数据，5倍以上的恶意篡改。难怪村民们哪怕只是稍微浇灌一下果园，水费也会高得离谱。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凌晨继续向下翻阅底层日志。
很快又发现了一个名为 Auto 下划线 Compensation 下划线 Test 的定时任务，代码逻辑显示，每天凌晨2点到4点，即使主控阀门处于关闭状态，没有任何水流通过，系统也会自动向云端发送模拟脉冲信号，伪造出大量的用水记录。而这部分凭空捏造出来的数据，被赵金矿在账单上冠冕堂皇地标注为管网损耗费和智能维护费，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凌晨咬着牙，手指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这种利用技术壁垒对农民进行的降维打击，比直接拿刀抢钱还要无耻100倍。他没有再犹豫，立刻运行了数据打包脚本，正在下载底层代码日志，正在提取原始流量对比数据，正在导出后台造假程序。屏幕上的进度条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着，10%、45%、80%。就在进度条跳到95%的瞬间，泵房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老李，你刚才听见铺房里有什么动静没？能有什么动静？这荒山野岭的，除了耗子就没别的，肯定是风吹的。赵总交代过，这机器可是金娃娃，我得开门瞅一眼。钥匙插入锁孔的金属摩擦声在寂静的泵房里被无限放大，咔嗒一声，锁芯转动，凌晨的心脏猛地提到了嗓子眼。他死死盯着屏幕上那卡在99%的进度条，防盗门被推开了一条缝。第一，下载完成。屏幕右下角弹出一行微小的绿字。就在保安即将把门彻底推开的千钧一发之际，凌晨果断拔下数据线，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身体顺势向后一倒，无声无息地躲在了那台巨大的电机后面。防盗门被彻底推开，保安拿着强光手电在屋里扫射了一圈。光柱好几次擦着凌晨的衣角掠过，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灰尘。凌晨紧紧贴着冰冷的铁皮，屏住呼吸，连心跳都被他强行压制到了最平缓的频率。他的内衣口袋里，此刻正安静地躺着3个加密备份的 U 盘，那是足以将赵金矿送进监狱的雷神之锤。我就说啥也没有吧，赶紧回去接着睡吧，困死了。行吧，可能真是我听错了。随着砰的一声闷响，防盗门再次被重重关上，锁死。凌晨在原地蹲了足足5分钟，确认外面只剩下保安离开的脚步声后，才缓缓吐出一口憋了许久的浊气。他动作极其麻利地将主控箱的后盖重新扣好，抹去所有指纹痕迹，然后背上包，像来时一样，顺着通风口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外面。凌晨站在后山的山脊上，山风吹干了他背上的冷汗，却吹不灭他眼底沸腾的光芒。铁证已经到手，但这只是反击的第一步。法律和证据是武器，但要彻底将赵金矿和王有才的势力连根拔起，重新夺回村子的生机，他还需要村里人的帮助。凌晨将手按在胸口那几个坚硬的 U 盘上，转头看向山脚下那片死寂的村庄。明天他要去点燃那把埋藏在绝望之下的星火，去唤醒那些敢怒不敢言的年轻人。一场风暴即将降临。正午时分，借着全村人吃午饭和午休的空档，3个穿着便服、戴着草帽的中年人左右张望了一下，迅速闪身进了村委凌晨家的老院子。院子虽然3个月没人住，但已经被凌晨提前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张方桌摆在院子中央的葡萄架下，斑驳的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洒在桌面上那台轻薄的笔记本电脑上。凌晨穿着他破旧的外套，正坐在桌前整理着手里的资料。看到进门的几个人，他站起身，哎，来了，来，坐坐坐。这3个都是村里稍微有点文化的中年人，平时包了山头种果树，也是当初和凌晨走得最近的发小。大强摘下草帽，压低声音说道：“陈哥，我们是趁着王有福在家喝了2两小酒睡午觉，才敢偷偷溜过来的。你不知道，你回村的消息上午就传开了，王有才在喇叭里发了狠话，说谁要是敢私下跟你接触，年底果园的承包合同到期，村里就以管理不善为由，直接收回土地。”是啊，陈哥，大家心里都知道水费高的离谱，也都明白当初可能是误会了你，但大家都是靠那几亩果园吃饭的。王有才手里攥着土地合同，赵金果手里捏着水闸，大家是真不敢跟他们硬碰硬啊。凌晨看着这3个眉头紧锁的兄弟，没有责怪他们的怯懦。他很清楚，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土地和水源就是命根子，没有绝对的把握，谁也不敢拿全家人的生计去赌。我懂，王有才就是抓住了大家的软肋，才敢这么肆无忌惮。但如果我告诉你们，赵金矿和王有才不仅垄断了水源，还在对全村人进行明目张胆的经济诈骗呢？诈骗！3人面面相觑，都愣住了。凌晨没有多费口舌，直接将笔记本电脑转了个方向，推到他们面前。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他昨天导出的底层数据对比图。为了让他们看懂，凌晨特意做成了一目了然的柱状图和表格。你们看这里，这是我从赵金矿那台所谓智能水表后台拿到的底层代码日记。他在系统里写了一个乘法程序，简单来说，你们的果园每用1吨水，它的表上就会直接跳到 5.2 吨，也就是无论你们怎么省水，都要交5倍以上的钱。5倍！难怪！我就说我前天明明只开了半个小时的滴灌，后台账单竟然扣了我几百块钱！这帮不要脸的，这不仅是抢，这简直是喝我们的血呀！别急，还有更绝的。凌晨点开另一份文件，你们看看每天凌晨2点到4点的账单明细，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睡觉，果园根本没浇水，对不对？但系统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段自动生成几十吨的空转用水量，名义就叫管网损耗费。看着屏幕上那一条条清晰的造假记录，3个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原本对王有才的恐惧，此刻全被一种被人当傻子一样戏弄和剥削的愤怒所取代。太欺负人了，陈哥！既然有这些证据，我们直接去镇上报警抓他们。凌晨合上电脑，目光炯炯地看着3人。光抓他们还不够，赵金矿进去了，水站还在，只要水站的产权不回到我们自己手里，将来还会来李金矿张金钱。我们不能永远把脖子交到别人手里。
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是人家花钱买过去的呀。当年那份转让协议是在他们恶意胁迫下签的。只要我们拿出赵金矿数据造假、非法牟利的证据，那份协议在法律上就是一张废纸。大强、猴子、石头，你们听好，我这次回来不仅是要把赵金矿赶走，更是要把水站彻底变成我们全村人自己的产业。我要在村里成立股份制农业合作社。股份制合作社，简单来说，就是全村人一起凑钱，或者用果园的收益入股，把水站收归村集体所有。以后水站的账目全村公开，每一滴水怎么用，收多少钱，我们自己开会投票决定。年底水站有了结余，大家按股份分红。不仅如此，这几个月我在市郊研究了一套真正的全自动微型农庄系统。只要合作社成立，我们不仅能把水费降到最低的成本价，还能给每家的果园装上真正的智能滴灌，缺水自动补水，缺肥自动施肥。到那时候，谁还能拿土地和水源来帮你们？明亮的阳光穿透葡萄架，照在凌晨自信的脸庞上。这番话就像是在一片干涸已久的土地上浇下了一场透雨，没有晦涩难懂的大道理，只有清清楚楚的数据铁证和实实在在的利益蓝图。大强深吸了一口气，他看着凌晨，眼神变得无比坚定。陈哥，你说的对，就算我们现在忍气吞声，这果树早晚也会被他们榨干，横竖都是死。不如跟你干一把，算我一个。猴子也咬紧了牙关，我下午就去串联我那几个表兄弟，把证据给他们看。我就不信全村人的心都是铁打的，还有我。好，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村里的护村队，我们要用合法的手段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四只年轻而有力的手在阳光下紧紧握在了一起。明天上午10点，赵金矿要派工程队强拆老布棒，说是要建什么豪华形象工程，彻底销毁他之前做手脚的痕迹。我已经联系了市里的律师朋友和经侦部门。大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上午之前，把这些数据截图悄悄发给村里所有靠谱的年轻人。明天我们要全村人一起去现场收网。一场准备充分、光明正大的反击战正式拉开了序幕。第二天上午，一群愤怒的村民浩浩荡荡地集结在了村口，向老泵房前进。大家的脸上都带着绝不后退的面容，整个村子透出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勃勃生机。半山腰的泵房前，一辆巨大的黄色推土机正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赵金矿今天穿了一身考究的银灰色西装，正站在推土机旁边的阴凉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赵总，您这招升级改造真是高明。只要把这老旧的泵帐一推，换上咱们全新的气派大楼，以后谁也查不出这底下管网的任何问题，还能套取一笔新农村建设的专项补贴呢。那是自然，做事就要斩草除根，不能留任何把柄。告诉司机，赶紧动手，把那些碍眼的旧电机和管道全给我砸碎了清走。王有才立刻转头，冲着推土机驾驶室里的司机用力挥了挥手，大声喊道：动手，推平它！推土机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巨大的履带碾压着干硬的泥土，那宽大的钢铁推铲径直朝着老泵房的承重墙逼近。住手！然而赵金矿没有丝毫理会，继续推。推土机继续前进，眼看已经动摇泵房根基。大强、猴子和石头带头，犹如一阵疾风般冲上了半山腰。在他们身后是乌泱泱一大群人，有手里攥着铁锹的年轻后生，有常年在地里劳作的书板，甚至连昨天刚从镇卫生院打完点滴的李大娘，也在几个妇女的搀扶下，目光坚毅地走了上来。足足上百号村民，没有往日的怯懦和退缩，他们自发地排成了一道厚厚的人墙。大强冲在最前面，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用自己血肉之躯死死挡在了推土机那巨大的钢铁推铲前方。紧接着，猴子、石头、赵大伯一个接一个的村民走上前，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推土机司机吓得猛踩刹车，机械臂在半空中猛地顿住，发出一声刺耳的液压声，扬起一阵轻微的尘土。你们反了天了是不是？这是公司合法的施工现场，谁让你们来捣乱的？网友才被这阵势吓了一跳，但很快又强装镇定。大强，你带的头是吧？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人收了你的果园承包合同？换做以前，只要王有才搬出土地合同这把尚方宝剑，村民们立刻就会偃旗息鼓。但今天面对王有才的威胁，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王有才，你少拿合同来压我们！你伙同赵金矿在水表底层系统里动手脚，1吨水算我们5吨的钱，还每天半夜自动生成几十吨的空转水费。你们这不是收水费，你们是诈贱，是吸血！对，把吃进去的钱吐出来！此话一出，人群中顿时群情激愤，村民们整齐划一的声讨声在山谷间回荡，正义的声浪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具有穿透力。站在后面的赵金矿脸色瞬间变了，他原本以为这些泥腿子永远不可能懂那些复杂的底层代码，没想到他们不仅知道了真相，还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聚众闹事。一群法哭，简直是胡言乱语！什么数据造假，我完全听不懂。我只知道这水站是白纸黑字转让给我的，现在这块地由我做主。保安，把这些闹事的人给我拉开！几个保安迅速向前，准备驱散围堵的村民。村民们互相手挽着手，死死咬住牙关，像一颗颗扎根在岩石缝里的青松，任凭保安怎么推搡，这道人墙硬是纹丝不动。不让是吧？给我往前开！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骨头硬，
还是这钢铁硬？除了是我负责。司机犹豫了一下，但在赵金矿的威逼下，还是咬牙挂上了前进档。推土机再次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履带缓缓转动，推铲距离大强的胸口只剩下不到20公分，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了。村民们虽然没有退缩，但面对巨大的钢铁怪兽，不少人的额头上都冒出了冷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山道下方突然传出刺耳的鸣笛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宽敞平坦的村道上，只见一辆黑色轿车正快速驶来，稳稳地停在了人群外围。车门打开，凌晨淡定地走下了车，他的身边跟着一位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专业律师，而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几名神情严肃的帽子叔叔。原本还气焰嚣张的赵金矿，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王有才更是吓得双腿发软，差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凌晨没有理会周围保安惊愕的目光，他径直穿过人群，走到推土机前方。大强、猴子和村民们看到凌晨如同天降神兵般出现，纷纷激动地让开了一条通道。凌晨站定在赵金矿面前，眼神清澈而坚定，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和退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 U 盘，在阳光下轻轻晃了晃，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不用急着毁尸灭迹了，你那台智能水表、后台篡改流量底层的代码、半夜自动虚增水费的日志，以及非法牟利的全部资金流水，我已经全部拷贝下来，并依法提交给了帽子叔叔。顺便通知你一声，你涉嫌重大经济诈骗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现在你的游戏结束了。面对凌晨手中那枚闪烁着荧光的 U 盘，赵金矿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他死死盯着那几名走上前的经侦警察，依然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帽子同志，误会，这绝对是诬陷。我是市里的正规企业家，我投资建设新农村，怎么可能去干那种偷改代码的勾当？这小子懂点电脑技术，这数据肯定是他自己伪造出来陷害我的。带队的帽子叔叔面容冷峻，没有理会他的辩解，直接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件。赵金矿，我们在接到林晨同志的实名举报和初步数据后，昨晚已经对你公司总部的服务器进行了突击查封。经过技术科连夜比对，你留在水务系统底层的5倍计费后门以及凌晨自动空转程序，与公司后台的财务流水完全吻合，涉案金额极其巨大，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经济犯罪，这是拘留证。请你配合调查。这番话如同雷霆万钧，彻底击碎了赵金矿最后的心理防线。不可能！赵金矿双腿一软，向后退了2步，正好撞在推土机坚硬的履带上。2名警察迅速上前，一副冰冷的手铐咔嗒一声，利落地锁在了他曾经不可一世的手腕上。看到大老板都被戴上了手铐，站在一旁的村长王有才彻底崩溃了。他脸色煞白，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扑通一声跪倒在警察面前，双手死死抱住警官的腿，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嚎叫起来：“警察同志，不管我的事儿啊，都是赵金矿逼我的。”是他拿了50万现金砸我，是他让我带人去逼凌晨签字的，也是他让我瞒着村民水表造假的事儿。我检举，我把钱全都退出来，求求你们宽大处理呀！王有才，你个见钱眼开的蠢货，你敢咬我？少废话！有什么话留到局子里去说。警察严厉地呵斥了一声，随后又给王有才也戴上手铐。看着昔日作威作福的2个人像双打的茄子一样被押上警车，整个半山腰陷入了短暂的安静。紧接着，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了掌。抓得好！老天有眼啊，我们的果园有救了！掌声、欢呼声如同海浪般在这片阳光明媚的山谷中爆发开来。那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保安见势不妙，撒丫子就跑路了。那台原本要摧毁老泵房的推土机也彻底熄了火，安静地停在原地。凌晨站在欢呼的人群中，看着警车闪烁着警灯驶下山道，5年来的委屈和重担，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卸下。他深吸了一口山间清新的空气，觉得今天的阳光格外温暖。1周后，村中心的老槐树下召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体村民大会。阳光穿过宽大的槐树叶，在平整的青石板广场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全村老少都穿戴得整整齐齐，自带小板凳，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对未来的期盼。领导亲自来到了现场，站在临时搭建的木质主席台上。乡亲们，经过帽子叔叔的严密调查，赵金矿和王有才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王有才不仅涉嫌贪污受贿，还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我们已经正式做出决定，将其开除。台下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凌晨带来的那位专业律师走上台前，向大家展示了一份判决书。同时，经过加急裁定，5年前林晨先生在受到胁迫和欺诈的情况下签署的水站转让协议被依法判决无效，水站的所有权重新归林晨先生所有。并且赵金矿非法多收取的智能维护费和造假水费将由法院强制执行，在下个月初全额退还到每一位村民的账户上。好，村民们欢呼雀跃，有的甚至高兴地跳了起来。被骗走的血汗钱失而复得，这让大家心里最后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律师双手往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乡亲们，王有才进去了，村里不能一日无主。今天不仅是通报案情，更是一场全体村民的选举大会。我们要选出一位真正能带领大家走向富裕的新村长。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人选？这还用选吗？当然是小陈。他5年前为了咱们建水站，这次又冒着危险回来救了咱们全村。除了他，老婆子我谁也不认。对，陈哥选林晨当村长。
没有拉票，没有暗箱操作，成百上千只手在明亮的阳光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全票通过。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凌晨穿着那件干净利落的白衬衫，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他看着台下一张张熟悉、淳朴且充满信任的脸庞，眼眶微微有些发热。乡亲们，谢谢大家的信任。这5年，我们走过弯路，也吃过大亏，但这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命脉必须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我宣布，从今天起，我自愿将水站的所有权无偿捐献给全村。我们将成立咱们村自己的股份制合作社，每一户人家都可以用果园入股，成为水站的主人。台下瞬间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村民们都被凌晨这巨大的气魄震惊了。以后，水站的账目每一个月都在这里公开，1吨水收多少钱的成本，大家开会投票决定。不仅如此，我还要把先进的全自动微型农庄技术带回来。我们要彻底淘汰掉那种靠天吃饭的粗放种植，给每一亩地装上真正的智能滴灌系统。我们要让咱们村的果子不仅产量高，还要打出自己的品牌，卖到世界各地去。好，大强带头鼓起掌来，眼底闪烁着激动的水光，掌声再次雷动。凌晨知道，这不仅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篇章的开始。干涸的果园即将迎来甘霖，而这座曾经被阴霾笼罩的村庄，也终于迎来了它真正的破晓。作为新村长，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引入咱们村。我们要把后山那个破旧的爆放改造成真正的智慧中枢。我们要给每一亩果园铺设最先进的智能传递滴灌系统，不需要大家再顶着烈日开闸放水。土壤缺水了，系统会自动补水；缺少微量元素了，系统会自动施肥。我们要彻底淘汰掉靠天吃饭的粗放种植。乡亲们，我们要让咱们村的果子不仅产量最高，还要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响当当的绿色品牌。我们要让曾经看不起我们、想压榨我们的人看看，咱们农民一样可以玩转高科技，一样可以把日子过得比蜜还甜。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广场上寂静了整整3秒钟，紧接着爆发出的是一阵仿佛能掀翻屋顶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那是对未来的极致渴望，是对公平与尊严的捍卫，更是对这位年轻村长毫无保留的拥护。无数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人吹起了响亮的口哨。李大娘笑得像个孩子，在这个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的清晨，凌晨站在欢呼的人海中央。他知道，那段憋屈、隐忍、充满背叛和误解的黑暗岁月已经彻底终结。这片干涸的土地即将在一场科技与人心的浩荡春风中迎来最壮丽的新生，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转眼间，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全体村民大会已经过去了1整年。又是一个阳光澄澈的清晨，秋高气爽，湛蓝的天空像一块毫无瑕疵的巨大蓝宝石，几朵白云悠闲地在山巅游荡。微风从后山吹来，空气中不再有往年那种干旱焦灼的尘土味，而是满满的浸透着果实成熟的清甜与芬芳。站在这片曾经差一点枯死绝收的土地上，放眼望去，整个后山发生的变化堪称脱胎换骨。漫山遍野的果树枝繁叶茂，每一根枝条都被沉甸甸、金灿灿的橘子和红彤彤的苹果压弯了腰。在明亮的晨光照耀下，那些饱满的果实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宝石，闪烁着诱人的光泽。但最让人震撼的，并不是这漫山的硕果，而是隐藏在这一片生机勃勃之下的科技密码。一阵轻微而充满科技感的风鸣声在果园上空响起，2架白色的农用植保无人机正平稳地掠过树梢，机腹下方的多光谱摄像头精准地扫描着每一片区域的叶片状态和挂果率。果树下方，曾经裸露干裂的黄土地已经被翠绿的布氮草覆盖，土壤里每隔几米就埋设着一根白色的微型传感器。大强今天穿着一件干净的浅蓝色工作服，正站在自家果园的地头。他没有像往年秋收时那样累得满头大汗，挑着沉重的扁担，而是悠闲地端着一杯热茶，低头看着手里的智能手机。低 A 区土壤湿度低于阈值，微量元素锌偏低，智能滴灌系统已自动开启补充。果树根部那条如同血管般交织的黑色滴灌带里发出了轻微的嘶嘶声，清澈的地下水混合着精准调配的营养液，化作细密的水珠，悄无声息地滋润着每一棵果树的根系。没有一滴水的浪费，也没有任何人工的繁琐。大强喝了一口茶，看着自动运转的灌溉设备，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陈哥这套系统简直绝了！旁边的猴子开着一辆崭新的全自动轨道运输车，稳稳地停在大强身边。那可不，车斗里装满了刚刚采摘下来的各大皮薄的金苹果。昨天市里最大的连锁超市派采购经理过来了，一看到咱们这果子的品相，连价都没还，当场签了全年的包销合同。人家说了，咱们这云端果园种出来的无公害水果，在城里可是抢手的高端货。李大娘挎着一个小竹篮，笑眯眯地从树丛里走出来。那是自然。她的气色比1年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10岁。你们是没看昨天村委会张榜公布的合作社账单，今年的水费成本降到了连以前1/10都不到，再加上卖果子的进账，下个月年底分红，咱们每家每户少说也能分到这个数。5万！我的天，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都别愣着了，赶紧把这批果子装车，
外面的冷链物流车还在村口排队等着呢。欢声笑语在金色的果园里此起彼伏，不需要皮鞭，不需要威胁，股份制合作社将全村人的心紧紧地凝在了一起。每一个人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每一滴汗水都在阳光下折射出了最甜美的回报。此时此刻，在半山腰的位置，曾经那个破旧不堪，后来又被赵金矿改造成暴发户审美的老泵房，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充满现代感与科技感的白色建筑——金泉村智慧农业中枢。建筑的外墙采用了大面积的隔热玻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建筑周围种满了鲜花和绿植，一条宽敞平整的柏油路直通大门。推开玻璃大门，中枢内部更是别有洞天。这里没有震耳欲聋的机械轰鸣，也没有刺鼻的机油味，只有中央空调送出的恒温清风和服务器阵列运转时发出的轻微白噪音。大厅的正面是一块巨大的环形 LED 数据大屏，屏幕上整个村庄的3维地形图、上千亩果园的实时温湿度、每一台水泵的运行负荷，甚至连全国几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实时价格走势，都在以极其直观的数据图表飞速滚动着。这就是凌晨当初向全村人承诺的智慧水利的大脑。凌晨依旧穿着他洗得发白的老旧衬衫，手里拿着一台平板电脑，正站在大屏前，神情专注地核对着秋收季的峰值负荷数据。5年的磨砺与1年的日夜操劳，让他原本清瘦的脸庞多了一份从容不迫的成熟与威严。确认所有数据一切正常后，凌晨长舒了一口气，将平板电脑交给了旁边负责值班的技术员。他转过身，缓缓走到了中枢大厅的正中央。在这座极具科技感、代表着全村未来的现代化建筑的最核心位置，没有摆放什么昂贵的装饰品，也没有什么领导的题词，那里只静静地安放着一座用透明钢化玻璃罩保护起来的展台。展台里面放着的正是那台5年前凌晨自掏腰包买来，陪伴了他无数个日日夜夜，后来又被赵金矿像垃圾一样扔在污水里的老电机。如今这台老电机已经被凌晨和村民们亲手清理得干干净净，他身上那些凹凸不平的划痕和被岁月侵蚀的铁锈依然保留着，但它的整个外壳已经被精心涂上了一层鲜亮耀眼的金色防锈漆。在从天窗倾泻而下的明媚阳光中，这台金色的老电机折射出一种厚重而温暖的光芒。它静静地卧在那里，就像一位功成身退的无声老兵，虽然不再转动，但它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坚韧的灵魂。玻璃罩的前方立着一块极简的黄铜名牌，上面没有凌晨的名字，只刻着一行刚劲有力的大字：饮水思源，众志成城，金泉村股份制合作社里。凌晨站在玻璃罩前，静静地凝视着这台金色的电机，阳光照在他的肩膀上，带来一阵阵暖意。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过那个被众人围堵逼迫的憋屈笑，闪过在市郊工棚里伴随着雷雨的孤独长夜，也闪过了李大娘那双满是泥污却紧紧抓住他的手，那些曾经刺骨的心寒与绝望，那些几乎要将他压垮的暗箭与阻挠，在此刻这耀眼的金色光芒和满墙跃动的希望的数据面前，彻底化作了云烟。他伸出手，隔着微凉的玻璃，轻轻描摹着老电机的轮廓。陈哥，大门被轻快地推开，大强、猴子和石头这几个年轻人兴冲冲地跑了进来，他们手里一人捧着几个刚刚摘下还带着晨露的红苹果。陈哥，第一批特级果已经全部红的装车发出了，你快尝尝，今年的果子比往年任何一届都要甜。凌晨握着那颗沉甸甸的苹果，感受着那份饱满的生机。他抬起头，看着大强他们脸上纯粹而热烈的笑容，又转头看向落地窗外。窗外万里无云，阳光普照，满载着村民希望的冷链物流车正排成一条长龙，平稳地行驶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向着远方的城市驶去。而那片一望无际的云端果园，在微风中摇曳出一片金色的海浪，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那是科技与汗水浇灌出的真真正正的共同富裕。凌晨咬了一大口苹果，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响起，甘甜的汁水瞬间盈满口腔，一直甜到了心底。他看着窗外那片勃勃生机的土地，迎着最明媚的秋日阳光，嘴角的弧度不断上扬，绽放出一个无比灿烂、充满力量的笑容。是啊，真的很甜。凌晨望着窗外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眼底积攒了数年的风霜与委屈，尽数化作了温柔的笑语。嘴里苹果的甜，不是市面上精加工果糖勾兑的甜腻，是泥土滋养、雨露浇灌、用心耕耘后，独属于土地最本真、最踏实的回甘。这味道，他等了整整5年，全村老少也盼了整整5年。大强、猴子和石头围在一旁，看着凌晨舒展的眉眼，个个心里满是踏实。一路走来，他们从跟着凌晨偷偷谋划反击，到并肩站在人墙前对峙黑恶势力，再到如今亲眼看着村子脱胎换骨、户户增收的幸福家园，心里早已把凌晨当成了一辈子的主心骨。陈哥，不光果子甜，咱们村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甜。猴子靠在数据大屏旁，指尖点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增收数据，笑得合不拢嘴。刚才冷链车队的老板特意跟我说，咱们金泉村的无公害鲜果在城里高端商超直接卖断货，好多顾客都认准了咱们的牌子，提前预定明年的采摘名额呢。石头跟着点头，手里抹撒着合作社刚下发的股权凭证，红纸烫金，字迹工整，每户村民的入股份额、年底分红比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前种地靠天吃饭，浇水看人脸色，赚钱全凭运气，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有智能设备兜底，有合作社抱团取暖，账目全公开，事事大家商量，再也没人敢拿捏咱们的命脉。这种日子
以前想都不敢想。凌晨把手里剩下的半个苹果轻轻放在桌边，目光落回玻璃罩里那台鎏金老电机上，眼底满是感慨。这台老电机见证了他初回乡村的热忱付出，见证了5年默默坚守的无私奉献，见证了人心叵测的冰冷背叛，也见证了邪不压正的正义归来，更见证了金泉村涅槃重生的全新征程。它不只是一台抽水的机器，更是刻在金泉村骨子里的警钟，也是全村人守望相助、饮水思源的精神图腾。日子甜是好事，但咱们永远不能忘了以前的苦。凌晨说道，当年他建这个抽水站，初衷从来不是当村长，也不是赚多少钱，就只想让咱们村的果树有水浇，乡亲们的血汗不白费，家家户户能安稳过日子。现在科技跟上了，收入涨上去了，人心更要稳住，命脉握在自己手里，初心就不能变。几人纷纷点头应声，心里都牢牢记下了这番话。就在这时，智慧农业中枢的大门再次被推开，镇里的纪检干部带着法院工作人员缓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2份盖着鲜红公章的终审判决书，神色肃穆却带着一丝欣慰。凌晨村长还有几位乡亲给大家带来最终消息了。帽子叔叔走上前，将判决书递到凌晨手中。赵金矿涉嫌重大经济诈骗，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垄断民生资源，涉案金额高达800多万。终审判决有期徒刑12年，名下所有非法所得全部追缴冻结，多收村民的水费，违规收取的各项杂费，这周之内全额原路退还到户。听到这个结果，在场几人没有意外，只有尘埃落定的坦然。作恶者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妄图靠资本压榨农民，靠欺诈掠夺私利，到头来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锒铛入狱一无所有。还有王有才，法院工作人员接着补充道，语气里带着几分唏嘘，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勾结黑恶势力侵害村民集体利益，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所有赃款全数退还，终身不得再参与村级任何工作，一辈子留在牢狱里反省过错，没有丝毫同情，也没有半分惋惜。王有才守着村长的位置多年，不想着为民办事，反而被贪欲蒙蔽双眼，为了几十万好处费和一点干果，背叛乡亲，辜负信任，亲手毁掉村子安稳日子，也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落得这般下场，全是咎由自取。凌晨接过判决书，简单翻看了2眼，便轻轻放在一旁的办公桌上，没有丝毫快意，只有满心平静。他从来没想过要赶尽杀绝，也从未执着于报复泄愤，他想要的从来不是仇人入狱的快感，只是公道自在人心，只是乡亲们的血汗不被辜负，只是金泉村再也不会有人被拿捏、被欺压。如今公道已至，善恶有报，足矣。辛苦各位，费心了。后续村里会全力配合退款对接工作，确保每一分钱都精准发到村民手上，不截留，不遗漏，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公道，安安心心过日子。送走工作人员，转眼就到了月底合作社首次正式分红的大喜日子。这天金泉村格外热闹，比过年还要红火喜庆。村中心的老槐树下张灯结彩，红灯笼挂满枝头，大红的分红榜单贴在最显眼的墙面上，一笔一笔收支，一项一笔分红，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全村男女老少早早搬着小板凳聚拢过来，脸上个个洋溢着藏不住的笑容。李大娘穿着崭新的花布褂子，早早挤在最前排，手里攥着合作社的股权本，眼角眉梢全是笑意。当初她顶着烈日徒步几十里山路去找凌晨，一路艰辛一路心酸，满心满眼都是绝望。如今看着村里蒸蒸日上，看着自家果园硕果累累，看着即将到手的分红，心里的委屈早就化作了满满的安稳。凌晨站上简易主席台，没有多余的客套话，开门见山宣读分红明细。家家户户靠着果园入股，水务分红，最少的家庭分到4万8，最多的种植大户拿到8万多。就连村里几户孤寡老人、无劳动力的困难家庭，合作社也从集体公益金里单独拨付了补贴，一分不少，人人有份，户户受益。当一封封信封发到村民手里时，现场欢呼声、掌声、道谢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不少老一辈的村民拿着信封，手指都在微微发抖。活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种地，从来没想过种果树、浇园子，一年下来能赚这么多钱，更没想过村里办事能如此公道透明，不偏不倚，不贪不占。谢谢小陈，要是没有你，我们现在还过着苦日子，果子旱死，钱被坑走，日子都没法过。凌晨连忙上前扶住老人，大爷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咱们全村人齐心协力，谢咱们自己守住了命脉，守住了人心。水站是大家的，果园是大家的，好日子更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分红大会结束后，村里的生活愈发安稳顺遂，智慧农业的红利持续发酵。凌晨没有停下脚步，一边优化果园智能种植系统，对接更多高端商超和电商直播渠道，打造金泉村特色鲜果品牌，一边牵头搞乡村研学、田园采摘文旅项目，把智慧农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多渠道为村集体增收，为村民谋福利。曾经闲置的荒地改造成了生态采摘园，坑洼的土路修成了观光柏油路，村里的老房子修缮成了特色农家小院。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城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摘果子、看智慧农业设备，体验乡村生活。金泉村彻底从昔日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智慧共富示范村。闲暇之余，凌晨还专门在智慧农业中枢旁边开办了乡村农技小课堂，每天空闲的时候就给村里的年轻人、留守农户讲解智能种植、物联网水务管理的知识。他从来不想让村子的发展依赖自己一个人，他要教会每一个村民技术，让每个人都懂经营、会管理，人人都能扛起村子发展的担子。就算以后他老去，
金泉村的好日子也能稳稳延续下去。村里的孩童放学之后，最爱跑到智慧农业中枢，围着玻璃罩里的流金老电机好奇打量。凌晨总会耐心给孩子们讲老电机的故事，讲当年缺水的艰难，讲人心险恶的背叛，讲众志成城的坚守，一遍遍告诉孩子们，好日子来之不易，命脉要握在自己手里，做人要饮水思源，做事要不忘初心。秋去冬来，岁末将至，第一场冬雪悄然落在金泉村，漫天白雪纷纷扬扬，覆盖了漫山果园，覆盖了柏油村道，覆盖了智慧农业中枢的玻璃屋顶。整个村子银装素裹，安静又祥和，泵房不再有嘈杂的争执，村道不再有地痞的骚扰，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笑语声声，一派岁月静好。凌晨独自一人站在老槐树下，脚下积雪绵软，头顶白雪飘落，回望这几年的风雨过往，曾经自掏腰包卖房建水站，5年只收基础电费，一心守护乡亲果园，惨遭背叛，一路跌跌撞撞，一路初心不改，所有的委屈都有了归宿，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大强拿着一件厚实的棉袄快步走来，晨儿，来穿上，别冻着。看，村里都亮灯了，回家过年。凌晨转头看向身后，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暖意融融，家家户户欢声笑语，岁岁安康。他笑着点头，迈步朝着村里走去，脚步沉稳，内心安然。他终于明白，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打倒对手，而是守住初心；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锋芒毕露，而是守护一方；真正的富裕从来不是金银满仓，而是人心相向。岁岁平安。抽水站的风波已然落幕，背叛与苦难皆成过往，科技赋能乡土，初心守护民心。金泉村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脚踏实地的坚守；没有不劳而获的捷径，只有众志成城的耕耘。饮水思源，方得始终；乡心不负，终营圆满。往后岁岁年年，风调雨顺，果田人安，山河无恙，乡村向荣，这便是最好的结局，也是永恒的开端。